大厨将一只日本龙虾放在了案板子上，然后扑哧一刀将龙虾爆了头。接着他熟练的掰下虾钳，拧掉虾尾。完事大厨将虾钳放入秘制高汤中大火烹煮，而虾尾则通过平底锅用黄油煎炸到外焦里嫩。这时服务员端上来一个硕大的盘子，并且在盘子里放上了一些天然陨石。见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大厨把炸好的虾尾依次摆放在了陨石上，然后又在陨石的旁边撒上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接着再用昂贵的鱼子酱作为点缀。最后大厨把虾头跟虾钳也放在了盘子里，这样一份福利满满的福岛龙虾大餐就制作完成了。คือคนที่หิวโหยกว่าเสมอ Enjoy ครับ。此时饥肠辘辘的顾客们已经等不及了，他顺手拿起一块虾尾就要往嘴里送，可大厨却以逗狗的方式拦下了他，并且示意他要沾着酱料一起吃。顾客随即将虾尾沾满了酱料，然后试探性的放进了嘴里。谁知大厨往酱料里加了炫迈，顾客吃上就彻底停不下来了。乌漆麻黑的酱料让他整的可哪都是。见他吃的这么过瘾，大厨的嘴角也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作为一名顶级大厨，保罗带领自己的新西方团队，专门服务于各种有钱人，不管是什么社会名流啊，还是商业大亨啊，只要是能吃一顿他做的饭，那这辈子吹嘘的资本就有了。因此他也在上流社会中混得风生水起。可保罗不仅仅是厨艺嘎嘎高超，而且脾气那也是相当暴躁了。他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对员工大发脾气，甚至开除自己的员工。这天保罗发现自己手下的人居然在一边熬汤一边抽烟，把保罗一把抓住手下的脑袋就要往沸腾的高汤里按，正巧这时烟头掉进了汤锅里。见状保罗盛出一勺滚烫的高汤，直接塞进了手下的嘴里，而最后手下也没有逃过被开除的惩罚。因此保罗的新西方团队总是处于缺人的状态。对此保罗想出了一个对策，他让自己的手下们趁他下班的时候去寻找厨艺高超的人，然后推荐他们来这儿工作。保罗想要以此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而身为二厨的小帅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女孩拿起橡皮，然后抽出橡皮的外壳，接着快速将考试答案写在了橡皮上。趁着老师打盹，女孩将橡皮重新放进了外壳，然后她脱掉自己的鞋子，将写满答案的橡皮放进了鞋子里，最后再把鞋子踢给后桌的同学。一场完美的作弊就此完成。女孩凭借高超的手法，不仅直接帮助落后同学提高了学习成绩，还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啊！对了，评论区留下你和家人想去的大学。不可说在这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考的全会，蒙的全对，祝愿大家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哟呼！可藏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很快女孩的作弊行为就被学校给发现了，她也因此被开除了学籍，并且沦落到了街边炒河粉。可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女孩高超的厨艺立马就被著名的新西方给发现了，他们向女孩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可以去新西方工作。面对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女孩没有一丝的犹豫，她来到新西方总部，可偌大的厨房里算上她也只有2名厨师前来面试。这时大厨保罗走了进来，他给2人出了一个题目，炒饭，而做得更好的那个就可以留下来。见状2人立马忙活了起来，他们所进行的每一步都被保罗看在眼里。很快2盘炒饭就被端了上来，小胖的海鲜炒饭利用了大量的高端食材，而反观女孩的作品只是平平无奇的蛋炒饭而已。可保罗却对豪华的海鲜炒饭视而不见，而是蒯起了一勺女孩的蛋炒饭，并且放在鼻子前闻了闻，随即他便宣布了比赛的结果。กลับบ้านไป。小胖肥嘟嘟的小脸上写满了不服，保罗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然后淡定的说出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小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炒饭居然用的是新鲜的米饭。著名的史蒂芬周曾经说过，要用隔夜饭来炒啊。女孩顺利进入了新西方，可只炒过河粉的女孩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训练才能正式做菜。而保罗大厨的训练方式简直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仅仅只是切一片牛肉，女孩就尝试了上百次，期间还要不断承受保罗侮辱性的训斥。终于肉是切好了，接下来便是炒熟，可女孩每次都把顶级和牛炒出了牛蹄筋的感觉。对于她的表现，保罗很失望。ถ้ากลัวไฟแค่นี้ก็กลับบ้านไป。女孩的眼里充满了委屈，可她对烹饪的热情绝对不逊于任何人。她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同事们都下班了，她还在尝试。等同事们再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了虚脱倒地的女孩，此时她的胳膊上已经布满了被热油烫伤的痕迹。这时保罗也走了进来，女孩站起身，当着保罗的面，她将和牛放进了锅里。女孩将顶级和牛放进锅里，然后轻轻一个翻炒，锅里的火焰在和牛油脂的加持下燃烧得更加猛烈。接着女孩将牛肉放进了盘子里，递到了保罗的面前。保罗拿起牛肉看了看，此时女孩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只见保罗将和牛放进嘴里，细细咀嚼了起来，而这也证明女孩已经成功了。她也因此代表新西方为富豪们做了这道菜，并且收获了一众好评。就连投资人也看到了女孩的能力，他递给女孩一张名片，表示可以为她单独投资一家餐厅。可女孩并没有答应，她还是希望能在保罗的手下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事情也正如女孩希望的那样，在新西方，她不仅见到了很多珍贵的食材，并且还学习到了大量的烹饪技巧。可很快女孩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原来保罗对于
料理并没有任何的热情，烹饪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控制妇人的手段，而他对自己做的菜也根本没有注入任何的感情。说白了吧，那就是一堆用顶级食材拼凑出来的四不像。保罗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菜好不好吃，只要食材足够昂贵，技巧足够花哨，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妇人为此买单。他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去偷猎泰国的珍稀动物。对此，女孩失望透顶，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新西方，而转头她便联系了投资人，投资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为她开了一家餐厅。女孩凭借在保罗那儿学到的厨艺，再加上注入自己感情的独特烹饪方式，使得餐厅的生意格外的火爆，并且在餐饮圈，她很快就成为了不亚于保罗的存在。可这时，女孩的性格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她的脾气越来越像保罗。我那们拿吧。而这也侧面证明了一件事儿，做菜的哪有不疯的呢？这天，投资人给女孩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一位名媛点名邀请女孩去他的派对上做饭。可女孩万万没想到啊，来做饭的还不止她一个，保罗也来了。女孩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投资人搞的鬼呀，为的就是希望两人可以正面交锋。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女孩也没有丝毫退缩的余地了。她使出毕生所学，将一道海鲜大餐放在了名媛的面前。名媛仅仅只是尝了一口，就对女孩的厨艺赞不绝口，而其他的客人也赶紧尝了起来，谁也不愿意错过这道顶级美食。可这时灯光突然暗了下来，一只被处理好的牛肉瓣子慢慢从天花板降了下来。只见保罗手持尖刀，缓缓走向了牛肉，接着就是一顿注入灵魂的劈砍。然后保罗收起尖刀，将烈酒均匀地抹在牛肉的表面，接着他把大把的孜然粉撒满了整头牛。最后保罗接过火把，点燃炭盆，瞬间牛肉就被熊熊大火给包围了。很快啊，外焦里嫩的烤全牛就制作完成了。保罗切下一片牛肉，玩弄般的送到名媛的嘴边，仿佛名媛此时就像他手里的玩物一样。而见状，一旁的客人也围了上来，他们如同饥肠辘辘的野兽一般，疯狂地享受着眼前的美食。显然这场对决保罗已经赢了。可这时保罗走向了女孩，并且还告诉了她一个至理名言，其实两人谁的菜好吃根本不重要，你只知道富人喜欢昂贵的食材，可他们更在乎的是做菜那个人的名气，因此你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就在保罗颐指气使洋洋得意的时候，警察却不合时宜地走了进来，他们逮捕了保罗，原因是小帅拍下了保罗偷猎珍贵动物的视频，并且还把他交给了警方，而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女孩的投资人。现在客人们也看到了这个视频，眼看保罗肯定是完犊的了。此时在餐饮圈位居第二的女孩，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众人眼中独一无二的名厨。保罗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作品会这么快就被一众追随者给踩在了脚下，甚至自己也被冠上了矫情的骂名。他一直以为自己在靠食物控制夫人，可殊不知这种控制其实形同虚设一般。保罗觉得自己不可代替，可事实却是他随时都可以被富人们换掉。